入宫10年，我仍是个不受宠的贵人，没能耐争宠，也没有本事把亲儿养在身边，只好随大流站队，以求保全性命。贵妃被废离宫，人人踩上一脚石，我也被迫欺负她的三皇子。可是在这宫里，从来都是旁人欺负我，我不知道怎么欺负人。我挠挠头，只好把我亲手做的枣花糕给了三皇子。你只配吃这种下等点心。9岁的三皇子攥着那块枣花糕，安安静静站在树影里，乌黑的眼珠直勾勾盯了我很久，好像看破了我虚张声势的草包性子。欺负三皇子是对的，因为当晚陛下就翻了我的牌子，半年没有承宠的我又惊又喜，慌得去收拾落灰的妆台。晚间进渊来时，没有瞧我仔细擦拭过的珠花，并不在意我旧的跑了线的罗裙，更没注意我手上快拧烂的帕子。他倦怠地合上书页，揉了揉眉心，喜怒不形于色的帝王，罕见地朝我温温一笑。你入宫这些年，一直不争不抢，温和安分，很好。朕问你，想不想养一个孩子？我心里一喜，险些端不稳手上茶盏。是臣妾的祥儿要回来了吗？靳渊放下书，没有追究我言语里的僭越，只沉声道：胡闹，贤儿是皇后的孩子，况且贤儿并不愿亲近你，这样的话以后不要再说了。说话间，外头雪簌簌落了，灯花一乍，更显屋内寂静。看在这场雪的面子上，靳渊也愿意和缓脸色。朕记得那年你入宫也是这么大的雪。10年前我入宫，人人称羡我的好命好福气，陛下独宠贵妃，前几日的秀女们都落了选。直到最后一日，陛下与贵妃拌嘴赌气，心烦时随手指了家世平平，容貌也并不出众的我，而我第一次承宠就有孕，生下了贤儿。谁知我的好福气也就到此为止。宫里的人都说贤儿不像苏贵人木讷寡言，她很聪明，聪明到夫子夸赞。靳渊圣心大悦，可又太过聪明，聪明到不愿亲近我，甚至不愿认我。2年前贤儿被送去坤宁宫养时，我跪在地上抱着贤儿掉眼泪，生怕今后看一眼就少一眼。可是6岁的贤儿满眼不解地推开我。三哥的母妃是李贵妃，你只是个贵人，并不配做我的母亲。贤儿说这话，我也心寒难过。可是天下有哪个母亲会记恨自己的孩子？我就想办法生位分，可是生位分很难。后宫的妃子如玉园的花争奇斗艳，还有皇后持脚剪，注视着不安分的枝桠。我既不像李贵妃那样善歌舞，也没有皇后娘娘那样出众的家世，非要说出一点好处，就是我随我阿娘做的一手好羹汤。可宫中有膳房，靳渊若是熬夜批个奏折，各宫娘娘小厨房送上去的汤匙满的连奏折都放不下。实在想贤儿的时候，我就省下月例银子，连着自己做的枣花糕一并讨好的塞给照看贤儿的温公公。温公公是个八面玲珑的体面人，满面春风，笑着把银子收了，客客气气把枣花糕推了。贤儿也总躲着我，我花了不少银子，却没能见到几次。后来贤儿忽然病了，要亲生母亲的血肉入药，我没想过要贤儿认我，只想她的身体好起来就够了。可贤儿听说是我的血入药，将要打翻在地，死也不肯吃，好恶心。贤儿只有母后一个娘亲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跪在宫门口请罪时，皇后将哭泪睡着的贤儿搂在怀里，头也不曾抬。这些年四皇子的衣物吃食你送了不少，本宫见你可怜，不愿与你计较。苏熹，论位分你只是个贵人，要是真为四皇子好，就不要再见他了。说话间，贤儿醒了，撒娇闹着要皇后凭我半年的阅历长长记性。我不敢再还嘴，只低着头嗯了一声。是啊，再生位分，哪有比皇后还高的位分？我渐渐息了领回贤儿的心思。回神时，靳渊笑得温和，却不容我拒绝。苏熹，朕问你，想不想抚育三皇子安儿？不想。肯定不想。贵人你呀，仔细想想，这宫里有什么好东西？谁不抢着掐尖？怎么好好一个皇子，白白等着给你养？贤儿的乳母关嬷嬷与我同乡，没有宫中人拜高踩低的性子，说话做事全凭着一颗慈心。我初入宫就怀上贤儿，是关嬷嬷照看着我，为我在饮食上处处提防，才平安生下贤儿。她不住地摇头叹气，絮叨着一个已经认了母亲的孩子有多么难养熟，他们同村的后娘有多难做。贵妃娘娘被厌弃，陛下看见三皇子，心里不痛快，何况贵妃娘娘跟皇后不对付，皇后怎么可能善待贵妃的孩子？贵人真养了三皇子，既不得圣心，还要惹皇后娘娘忌惮，何苦呢？您倒不如好好拾掇自己，将来再生个自己的孩子傍身。我想到昨日大雪初晴，三皇子不声不响地站在树影下，满眼羡慕地看着兄弟姊妹们玩闹。他苍白着一张脸，身上衣裳单薄，想必是贵妃被废后，照看他的奴才宫女们也不上心。贤儿看见了他，笑嘻嘻地团了一个雪团子，冷不丁砸到安儿脸上。原来是三哥哥，我还以为是哪个不长眼的小公公。那雪团子里故意包了一块尖锐石子，砸得安儿头破血流，安儿狼狈不敢还手的模样，惹得兄弟们轰然大笑。我下意识想斥责贤儿的无礼，却被贤儿身旁的温公公淡淡瞥了一眼。四皇子有皇后娘娘教导，贵人就不要多事了。倒是奴才多嘴提醒苏贵人一句，行事比人强，贵人难道要忤逆圣意？
是啊，贵妃被贬为庶人，免出宫已经半年有余。晋渊至今没有为三皇子寻一个合适的母亲。皇后忌惮陛下漠视，放任晋安被人欺凌，在这后宫，仅凭一颗良心是活不下去的。更要紧的是明哲保身，何况我好好活着，才能看着贤儿长大成人。我几乎是下意识将怀中为贤儿准备的枣花糕塞到儿手中，急忙想着从前失宠时旁人奚落我的话：你这种下等人只配吃这种猪食。可我太心虚了，倒把自己的手艺骂了一顿。你只配吃这种下等点心。儿握着温热的枣花糕，安静沉默地看了我很久很久，久到好像看穿了我虚张声势的恶毒。我甚至不敢看这个孩子的眼睛，提着食盒落荒而逃。可儿那孩子毕竟太可怜了，眼见3、9天，外头雪化了更冷，那孩子还穿得单薄，我心里实在不忍，想到了我做好的，贤儿却嫌寒酸不肯要的冬衣。嬷嬷，你说那些衣裳我偷偷送给儿，不叫旁人发现，是不是就没事？关嬷嬷深深看了我一眼，这个见识过宫闱争斗和无数风浪的嬷嬷忽然叹了口气。贵人有一颗慈心，可是奴婢并不知道，在宫中有这样的慈心是福还是祸。不等我多想，外头却传来圣旨，晋渊赞我的贤德，将三皇子晋安记在我名下。那传旨的小太监带着晋安冒雪赶来时，晋安头上的伤还未愈，却跪在采桑宫外认认真真给我磕了头。漫天风雪中，这个只有9岁的孩子跪得笔直，半年内见惯了宫闱冷暖和拜高踩低，他仰起头笑得讨好又麻木。母妃，儿知道怎么帮母妃争宠，争回4弟弟。母妃，您会知道儿是有用的。圣旨已下，关嬷嬷摇摇头，悄声念了句菩萨保佑。我急忙扶起儿，又叫工人多添些炭火，拿衣裳来。整个采桑宫暖融融。我比划了一下为贤儿做的冬衣，穿在儿身上其实不大合适，袖子短了一些。晋安忙拉了拉袖子，不住地说：“很合适，儿很喜欢，谢谢母妃。”为晋安上药时，我心中愧疚，怪我没教好那孩子。听我说起贤儿，晋安悄悄握紧了拳头，又仰起脸奉承地笑道：“母妃，弟弟只是想和我玩，并不是有意的。何况我伤得不重，不要紧的。”虽然晋安一口一个母妃，却莫名让我觉得生疏。若是你不习惯，在采桑宫就叫我苏娘娘，但是在外头要唤我母妃。晋安紧紧抓住我的衣角，怕我不要他，所以拼命摇头。不，今后您就是儿的母妃。我守着安儿沉沉睡去时，他紧皱着眉头，依旧抓着我的袖子不肯松手。我放下手中正改的冬衣，理了理他额角的湿发，不知为何，心里有点替这个早熟的孩子难过。当年贵妃盛宠时，每晋安生病，陛下和贵妃都昼夜不歇守着他，可如今连一件暖和的冬衣都没有。方才他讨好的跟我笑时，无端像在哭。关嬷嬷走前悄悄叹了口气，贵人慈心，可千万不要犯糊涂，还是要有自己的孩子。天色暗了，外头寒风呜咽，我才补完袖子时一抬头，才发现晋安已经睡醒了。工人端来早在炉子上温着的粥，并着我自己做的小菜和饼。看晋安狼吞虎咽，吃得干干净净，我心里难免有几分得意。采桑宫用度不如旁的宫中，但是吃食应当是最好的。伤口不能吃发物，等儿伤好了，叫你尝尝母妃的手艺。晋安放下饭碗，认认真真地看着我。母妃，儿见过贵妃娘娘得宠，所以儿可以帮您做一个宠妃。这话说的我只一笑置之，并未当真。后宫的女人们削尖了脑袋争宠，从诗词歌赋到骑术剑舞，晋渊什么样的妃子美人都不缺。我进宫10年想不到争宠的法子，一个9岁的孩子难道就能想到吗？晋安却笃定地摇摇头，我知道有一样东西他们都没有，只有母妃有。我并不知道我有什么独特之处，不然也不会在这宫中10年也不得盛宠。直到第3日晚，晋渊传旨要来我采桑宫，我急忙翻找了几件旧衣裙和过时首饰，忙忙的穿戴打扮起来。虽然布料花样都是老的，珠钗也暗淡了，但已经是我收的最好的一套了。二却摇摇头，说这样不好，他另有主意。薄施粉黛，素色起衣，松挽头发，不是一物。二乖巧地伏在我膝头，仰起头指着书问我字。小炉上正温着一壶红豆甜汤，一是烛火温温，炉边橘皮并着红豆的暖甜香气，温馨的像寻常团圆人家。母妃，您看外头雪下得很大呢。我循着晋安所指，无意地笑着回头，才看见陛下一肩风雪，站在窗外不知看了我多久。也许是怕惊扰这份安宁，所以哪怕风雪呼号，晋渊也不许旁边伺候的太监们贸然通传。正对上我回头笑着的眼睛，那一刻见惯了美色和手段的帝王，竟然也怔愣了很久很久。我诚惶诚恐地行礼，起身时想为晋渊掸去肩上雪，才发现已经化了大半。可晋渊并不在意，他看见了二补了半截的后事新衣，留意到了他上药的额角，最后目光落在炉上正温着的红豆甜汤。我久未半价，二比我更会察言观色，他已经盛了一碗甜汤，恭恭敬敬地奉上。这是母妃熬的，父皇尝尝。冬日里一碗热乎乎的甜汤，喝的人脾胃熨帖。晋渊看我的目光也带着淡淡的赞许。
你照顾儿很用心，朕没有看错人。第二日天晴，澄明的日头和着岩上雪光晃人眼睛。我跪地接过风飞的圣旨时，像做梦一样。除去进渊的赏赐，内务还特地送来了不少果蔬东西、肉脯干货，还有2只维与艳丽的雉鸡。我才发现，原来内务那些总拉着脸的奴才们也是会笑的。采桑宫流水不歇的赏赐招来了些嫔妃们亲近走动，还有贤儿这些下了学的皇子们来瞧热闹。我抓了一把桂圆，忙忙的要往贤儿手中塞，可贤儿不肯接。他瞧了瞧羔羊野雉，又看见绸缎珠宝，很不屑地扭过头。就这些，还不如我母后宫里的野鸡有什么稀罕？我舅舅打了胜仗，外祖父还说要给我带2匹小马回来呢。公主皇子们知道贤儿是皇后的孩子，也知道皇后的兄长立了赫赫战功，忙跟着点头附和。我递桂圆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，儿拉了拉我的衣袖，懂事地接过我手中的桂圆。母妃，安儿吃。安儿一伸手，叫贤儿瞧见了他补了半截的袖子。贤儿就笑，三哥哥，你不知羞，你捡我不吃的东西吃，捡我不要的衣服穿，还捡我不要的母妃喊。兄弟姊妹们轰然大笑着跑开。安儿不言语了，我想呵斥住贤儿，叫他跟安儿赔礼道歉。贤儿做了个鬼脸，一溜烟跑了。安儿摇摇头，懂事的叫我心疼。安儿不喜欢穿新衣裳，这件就很好，哪有孩子不喜欢新衣裳呢？我叮嘱宫女们收好那些首饰，一一记录在册。安儿观察着我的脸色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，那些绸缎首饰母妃怎么不试试？是不喜欢，还是嫌太少吗？母妃不要不高兴，安儿还会帮母妃争到更多。高兴？我怎么会不高兴？单说这些好缎子，足够给安儿做些新衣，不必捡贤儿的旧衣穿了。我高高兴兴地拉着安儿的手，拿那些缎子挨个在她身上比了比。等我这几日赶一赶，安儿节前就有新衣穿了。安儿猛然抱着那几匹缎子，满眼不知所措，连说话也磕巴了。这些都是给我做衣裳的？当然不是啦。安儿了然地垂下眼睛，自嘲一笑，当然不是只做衣服，还有护膝、书带都要做呢。我再仔细想一想，还有没有什么落下？对了，还有那羔羊肉，我得好好想想该怎么吃。安儿太瘦了，冬日要好好进补。刚刚比划她的身形，才发现她瘦得怕人。安儿愕然看着我，仿佛不敢相信会有人真心为她打算这些琐碎的事。她小心翼翼地摸了摸怀里绸缎，这时的她才有一点小孩子的笨拙模样。我蹲下身子摸了摸她的脑袋，有点为自己的不出息而不好意思。那些首饰母妃不是不喜欢，是舍不得戴，是母妃想着自己没有本事，万一以后不得宠，你跟贤儿一样不在母妃身边了。母妃还好拿首饰打点人去看看你。安儿怔怔地看了我很久很久，很认真地跟我承诺，安儿很聪明，不会让母妃失宠，也不会不要母妃的。我并不用同样聪明的贤儿去反驳他，也不愿跟他说宫中人心易变，身不由己的道理，只摸了摸他的头，肯定一个孩子的真心。当晚，晋渊翻了我的牌子，才要在我宫中歇下。坤宁宫的温公公匆匆跑来通传，陛下，皇后娘娘就急发作，请您去看看呢。晋渊走时，外头雪已经停了，天地间清朗朗一片。我拿起给安儿做了一半的衣服，继续赶工。晋渊走后，安儿慌张地站在墙角观察着我的脸色。母妃别生气，安儿会把父皇争回来的。我将炉边烘暖的橘子塞到安儿手中为她暖手，笑道，母妃没有生气，快睡吧，陛下走了，还省一个人跟我抢宵夜吃呢。到底是小孩子，提到吃的就分心了。安儿把被子拉到头顶，小声撒娇，那母妃，明日我想吃葱烩羊肉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二日午时，我炒了一盘葱烩羊肉，又用牛油烙了饼，饼煎的两面脆黄喷香。我盛了一碗羊骨汤放在安儿面前，安儿轻轻皱了皱眉头，又看了我一眼，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，把汤一口一口喝尽了。一盏茶的功夫，安儿忽然上吐下泻，连身上也开始起疹子。安儿虚弱地躺在床上，却对我笑着邀功。母妃，安儿病了，您可以去请父皇来了。请晋渊来有什么用？他又不是太医。我正心急如焚时，温公公已经等在采桑宫外，笑眯眯地传达皇后的关切：三皇子病重，不如等陛下下了朝，娘娘帮贵人通传一声，叫陛下晚些时候来采桑宫瞧瞧。我要照顾生病的安儿，哪里有空梳洗自己，伺候圣驾。我客客气气回了温公公，但臣妾要照顾安儿，不必惊扰陛下了。听我回绝。温公公的笑容凝在了脸上，悻悻地走了。太医开了2份汤药喝下去，到晚上也不见好。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安儿好像瞒着我什么。我忙叫人去请关嬷嬷，带惯了孩子的关嬷嬷经验老道，她先问饮食，又问安儿是不是受了风寒，一一排除后，关嬷嬷也觉得安儿这病来的蹊跷。母妃为什么不要人去请父皇？安儿躺在床上，不安地看着我，是我病得不够重吗？关嬷嬷听这话变了脸色，悄悄将我拉到一边，压低声音：贵人可知道贵妃娘娘为何被废？我听说过一些贵妃失宠的传闻，说贵妃用了媚药，才盛宠不断，但是也害得陛下子嗣不丰。说贵妃利用皇子争宠，虐待安儿，博取陛下的怜悯。听说皇后娘娘要帮我去请晋渊来。关嬷嬷满眼的后怕，
不住念佛。贵人，您听说的传闻都是真的。阿弥陀佛，刚刚您如果去请了陛下，恐怕在陛下眼里您和贵妃一样，都是用孩子争宠的恶毒心肠。我只觉得背后一阵阵冰凉，看出我的害怕。安儿满眼困惑，为什么我生病了，母妃不高兴？明明从前她生病了，贵妃娘娘就会高兴。想起昨日静渊走后，安儿怕得战战兢兢的样子，也许留不住静渊的时候，安儿就要挨贵妃的打。我心里一酸，没办法责备他弄巧成拙的心思，我讲明白其中的厉害，为他掖好被角，温声告诉他，因为安儿生病了，母妃很担心，等安儿的病好了，母妃就高兴了。静安垂下眼，努力理解我的高兴和贵妃的高兴到底是不是一回事。我将汤婆子轻轻放到安儿的肚子上，温声问他，告诉母妃，安儿为什么会生病？我将汤婆子轻轻放到安儿的肚子上，温声问他，告诉母妃，安儿为什么会生病？他就大大咧咧的笑。安儿吃了葱和羊肉就会这样，不要紧，以前也吃过，羊肉不是砒霜，吃了最多难受，不会死的。母妃做的羊肉比从前贵妃宫里做的好，母妃对我也很好，所以我吃的时候也很高兴。真的，他这么说，我手腕上为弦割肉治病的就上，也跟着心隐隐作痛。安儿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到最后他不吭声了，他用被子盖住酸涩的心事和嚎啕的哭声。为什么其他兄弟姊妹的母妃都很疼自己的孩子？为什么连苏娘娘您都这么疼我，唯独她不喜欢安儿呢？我心里一阵苦涩，我不知道怎么和一个9岁的孩子解释爱恨。就像葱和羊肉，安儿吃了会不舒服，但这不是安儿能决定的事，不能怪你。这世间的一切都有道理，就像花草有季节，瓜果有时令，可爱与恨就像人的脾胃，没有道理可讲。宽慰他，也宽慰我自己。安儿哭累了，趴在我怀中睡着了，他做了噩梦，梦中很小声地跟我说对不起。安儿的病好了，先生催了几次去书房，他都支吾着不肯去。我大概猜到是贤儿带头欺负安儿，不许兄弟姊妹们跟安儿玩。这个年纪的孩子都渴望玩伴，但是上次我给贤儿送枣花糕时，看见安儿孤零零站在树影里，羡慕地看着兄弟姊妹们玩闹。是四弟弟要我跪在地上学狗叫，才肯带我玩。安儿故作大度地摆摆手，从前不要紧，衣裳本来就脏，可是现在的衣裳是娘亲熬夜给我做的，我舍不得弄脏。小孩子的世界也复杂的像一个后宫。我忙活了几日，把银子塞给关嬷嬷，求她帮我一个忙。关嬷嬷刀子嘴豆腐心，一边把东西给我，一边喋喋不休地埋怨我，为了个半路来的孩子，把自己放油锅上煎，值得吗？午后进渊来时，撩开帘子，屋子里满是糖浆的香气，床上摆着裁了一半的衣样子，桌子上花瓶里插着雉鸡的尾羽，旁边散着几枚铜板。小炉边，我和安儿身旁围了一圈毛茸茸的脑袋，皇子公主们叽叽喳喳的争论。苏娘娘，蓉儿要蝴蝶的。苏娘娘，我想要2个糖板。我拿着糖画，故作为难的皱眉，可这些糖画都是三哥哥的，苏娘娘做不了主呀。聪明的五公主蓉儿立马抱着静安的手臂，轻轻的撒娇，三哥哥，你帮蓉儿求求苏娘娘好不好？有蓉儿做例子，安儿身边围上了一圈弟弟妹妹，第一次被兄弟姐妹们亲近。安儿苍白的脸上有一点不知所措，她求助地望着我，我把糖画塞到安儿手里，鼓励地对她点头。安儿，这世界上有许多感情是不需要出卖自尊、伤害自己获得的。我也担心安儿迈不出这一步，可是人小小的，记性也少少的，安儿真有几分兄长大大方方的样子，很认真地把糖画分给弟弟妹妹，连自己那份都给了蓉儿，跟蓉儿叮嘱，这份要拜托蓉儿捎带给四弟弟贤儿，蓉儿不要偷吃。安儿回过头，渴望我的夸奖，我看出他习以为常的讨好。安儿问一问自己，这糖画你是真的想给四弟弟，还是怕母妃不高兴？安儿不吭声了，好一会才小声说，不想给，可是怕母妃不高兴。我拿过蓉儿手中那份给贤儿的糖画，还到安儿手中。安儿忽视自己的心情，母妃才会不高兴，这是安儿的东西，安儿不想给就不给。安儿用力点点头，将手中的糖咬得清脆。我转过头，看见站在屏风后的静渊，忙要跪下行礼。静渊免了礼数，饶有兴趣地问我们在做什么。我转过头，看见站在屏风后的静渊，忙要跪下行礼。静渊免了礼数，饶有兴趣地问我们在做什么。绑毽子，画糖画，裁衣裳。静渊端详着歪歪扭扭的糖画，勾起几分童年的记忆，也笑了。你倒会陪孩子玩。昨日听皇后抱怨了2句，说皇子公主们很爱往采桑宫跑，朕还担心出了什么事呢。我怕静渊觉得安儿玩物丧志，更怕静渊觉得我有心利用孩子们争宠，忙解释，本是做给我自己玩的，可是总不能叫孩子们眼巴巴看着。见静渊来了，孩子们也拘谨起来，畏畏缩缩不敢说笑。
晋渊有一点严父的无奈，朕好像扰了你们的兴致。御前随侍的李公公使了个眼色，便有个宫的嬷嬷领着公主皇子们回去。蓉儿虽然害怕父皇，却更想要窗边那个漂亮毽子。那苏娘娘别忘了蓉儿的毽子，毽子要明日才能绑好。如果明日三哥哥的身体好些了，能去书房念书，就让他带给你，好不好？蓉儿眼巴巴地拉着儿的袖子，那三哥哥你要快点好起来。蓉儿等着跟三哥哥一起踢毽子。晋渊看见窗边鲜艳的锦旗毽子，忽然想起来我也是书香门第教养出的闺秀，朕好像记得你父亲是太仓知州，怎么知州家中的千金喜欢下厨，连糖化毽子都会做？入宫10年，晋渊第一次对我的身世有了一点兴趣。苏西入宫前是怎样的姑娘？入宫10年，晋渊第一次对我的身世有了一点兴趣。苏西入宫前是怎样的姑娘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当年我爹娘成亲，在太仓原来还是一件大事，因为我爹已经做了知州，而我娘只是望江楼一个小小的厨娘。人人都说我娘做知州夫人是飞上枝头做了凤凰，只有我爹这些年一直念叨是他高攀了我娘。在我8岁以前，也以为是我娘好命，因为爹爹穿着官服，登门拜访的人见了爹爹都是毕恭毕敬，而我娘却为了小贩缺斤少两，在街上挽着袖子跟人家吵架。后来我8岁那年，爹爹遭了贬，虽然爹装作无事的样子极力安慰我，可是小孩子的情绪总比大人更敏锐。是我娘当掉了簪子，煮了一碗红豆甜汤，放了许多蜜枣，盛了2碗在我和爹爹面前。家里还喝得上好甜的汤，日子能坏到哪里去呢？那碗红豆汤甜蜜的滋味，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。后来我入宫，每遇到不好的事，我就下厨煮一碗甜汤吃。相信阿娘说的没错，日子不会一直这样坏下去。至于糖化和毽子，也是阿娘教我的。我爹爹官运并不顺，辗转了许多地方，我总是才认识了朋友，又分开，但是我总能很快交到朋友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人热情，我好运，后来我才知道是娘买了一筐子的糕点，挨个敲门送给邻里的孩子，拜托他们跟我做朋友。后来我摔了腿，不能出去玩了，我娘就学会了画糖画、烤梅花糕。那个时候我们家比学堂还要热闹，我被他们捧在手心里养到14岁。再后来我承蒙天恩，入宫选秀，宫门外家人们叮嘱秀女要如何说话做事，要如何为家族争气。我娘只拢紧我的围领，怕风灌进去，选不上也不要哭。阿娘炖了鸭腿笋汤，还炸了丸子，等你回来吃。我猛然点点头，还以为入宫和做客是一样的，晚些时候就能回家了。我入宫10年，已经10年不曾见过他了。我怕晋渊听出我的难过，忙笑笑，能入宫伴嫁是光耀门楣的事，爹娘都为我高兴。晋渊并不追究我的伤怀，只是感慨你父亲母亲很好，才教出你这样的好性子，也难怪孩子们肯亲近你。晋渊的孩子不多，大多被教导的规矩恭顺，我看出来了。刚刚孩子们害怕他时，晋渊脸上微不可察的失落，但天子的喜怒不是我可以揣测的。而看了看，小心地端起桌上的糖画，讨好他又怕又敬的父皇。父皇也吃一点甜的，不要皱眉头。灯下，晋渊轻握住我的手，将我揽入怀中。贤儿和儿，你的孩子像你，懂事体贴，安分从容，不管皇后怎么说，孩子们在你这，朕很放心。第2日，儿惦记着五妹妹要的毽子，她穿了新衣裳，在院中请了安，就兴冲冲去了书房。晋渊不叫人吵我，我腰酸背痛，睡到日头都高了。宫女才说陛下身边的李公公送了许多东西来，除了赏赐，还有一盅鸭腿笋汤，并了一碟炸丸子。晋渊对我用了心，可是味道毕竟跟家中不一样。吃饭时，儿不安地看着我，阿娘怎么掉眼泪了？是汤不好喝吗？我摸摸她的头，汤很好喝，阿娘只是想家了，我应当算个宠妃了。新年宫宴，我竟然能坐在前头。皇后的兄长柳将军打了胜仗，戎装佩刀进殿，惹得众人侧目。但是晋渊并不介意，反倒笑着饮下柳将军敬的3盏酒。3巡酒过，柳将军有意无意提到了立储的事。晋渊不像先皇，他的孩子不多，皇子不过4位。柳将军大笑着抚摸4皇子进贤的脑袋，臣觉得贤儿这孩子就很好。晋渊扫了一眼皇后，只是淡淡驳回：3皇子是长子，7皇子和9皇子也到了开蒙的年纪。我瞧见皇后眸色一沉，2位皇子的母妃难掩喜色，只有我下意识心头一紧，攥紧了儿的手。儿抬头望着我，轻轻靠在我怀里：阿娘，不要怕。我瞧见皇后眸色一沉，2位皇子的母妃难掩喜色，只有我下意识心头一紧，攥紧了儿的手。儿抬头望着我，轻轻靠在我怀里：阿娘，不要怕。日子过得飞快，眼见到了中秋，宫里却没什么节日的喜庆气氛，因为宫里接连死了2位妃子，7皇子和9皇子的生母，一位恶疾暴毙，一位失足坠湖。一夜之间，皇后的膝下有了3位皇子，同时念在我入宫多年，但遇3皇子有功。晋渊尽了我的位分，
我是一人之下的贵妃了。2位妃子的丧仪上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悄悄溜到我和安身上，有探究，有怜悯，有幸灾乐祸。前朝的局势如天气一般冷下来时，靳渊常常来我宫中，我们3个像一家3口在一起，吃一碗很甜的红豆汤。靳渊握着我的手，有些话跟我说，也在跟他自己说。朕知道你委屈害怕，再等一等，在朕心中，你比柳氏更像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。处置皇后的母族柳氏，是2年后的中秋，先是柳将军雨夜醉酒回府时，无端溺死在一湾浅浅的水洼里。前朝的忧患解决，后宫旧年的案子就很轻易地翻出来。靳渊震怒于当初将贵妃贬为庶人，皇后却违背圣意，私下用砒霜毒死了贵妃，残害皇子，戕害嫔妃，皇后的罪被一并翻出来。皇后被禁足的前一天，我的采桑宫就多了一位不速之客。皇后被禁足的前一天，我的采桑宫就多了一位不速之客，是贤儿。他讨好的提着食盒在采桑宫外，如当年我站在雪地里等他那样。母妃，贤儿想回到您身边，他比儿聪明，聪明的叫我害怕。我不肯见他，只叫工人带去一句话：四皇子回去吧。我这样的出身，并不配做你母妃，可是心里还有不忍，便叫工人送他回去。贤儿转头去求了他哥哥儿，将食盒塞到他手中。三哥哥，你帮我求求母妃。儿不愿意我为难，收下了食盒，答应了。可是贤儿送来的饭菜有毒，幸好砒霜味苦酸，儿吃的不多，才没危及性命。靳渊已经将凤印交到我手上，清理柳氏余孽，让他无暇顾及后宫的脏事，让我自行处置，废为庶人。圈禁行宫的旨意传下时，靳贤不可置信的咒骂：这天下哪有不爱孩子的母亲？您生了我怎么能不管我？他只是废妃生的贱种，我才是您的亲生孩子。从前我也和儿一样，为了把最爱的人留在身边，做许多傻事，省吃俭用，割肉放血，可以站在雪地里等一整天，只为能多看他一眼。那天安儿蒙着被子痛哭，让我仿佛也看见了我自己。安儿轻轻为我擦掉眼泪，阿娘不要伤心，还有安儿永永远远陪着阿娘。过了新年，靳渊册立我为后，将抚育皇子、筹备选秀的事都交给我。你比从前的柳氏贤惠，将来新人再添皇子，也一并养在你宫里。安儿听见了，很认真地问我：父皇有了新孩子，会把他们送到阿娘这里养着吗？阿娘身边就不只有儿一个孩子了，对吗？我想靳渊既然这么说了，那应当是算数的。见我这么说，儿点点头，我知道了。我只当儿随口一问，没有放在心上。可大选的旨意才颁下去，靳渊就渐渐病了。太医说是中毒，查来查去，砒霜的线索指向废后宫中。柳氏的罪责再加一条：国不可一日无君。我名下的儿是名正言顺的太子，儿登基这日恰好是我的生辰。他挤眉弄眼的跟我说，给我备了大礼。一辆马车载着我出了高高的宫墙，晃晃悠悠如13年前载我入宫一般。马车停在一户人家，大门敞开，有面生的丫鬟引我下车。房内官设如旧，案上一盅热气腾腾的鸭腿笋汤，并着一碟炸丸子。我猛然回头，13年未见的父亲母亲头发斑白，就站在身后慈爱地望着我。13年未见的父亲母亲头发斑白，就站在身后慈爱地望着我。我的阿娘满眼含泪，笑着呵斥：上哪里淘气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13年未见的爹娘就站在眼前，阿娘眼角的皱纹里都浸着泪，却仍强撑着往日的泼辣性子，伸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脸颊。那掌心的温度带着市井烟火的暖意，是我在深宫里日夜思念的触感，比靳渊赏赐的所有珍宝都要珍贵。傻丫头，发什么愣？阿娘的声音带着哽咽，却依旧响亮。快坐下暖暖身子，这汤刚炖好，就怕凉了，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，就爱喝这口。我顺着他的力道坐下，指尖触碰到温热的瓷盅，眼泪才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不是宫中隐忍的垂泪，是卸下所有防备的放声大哭。13年的委屈、惶恐、思念都随着泪水倾泻而出。爹爹站在一旁，素来沉稳的他也红了眼眶，只是轻轻拍着我的后背，反复念道：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阿娘坐在我身边，一边为我擦泪，一边絮絮叨叨地问着宫里的事。她不问我当了多大的官，受了多少赏赐，只问我吃得好不好，睡得安不安，有没有人欺负我。我捡着轻松的话说儿懂事孝顺，说靳渊待我温和，却绝口不提那些宫斗的凶险，割肉的疼痛，更不提贤儿的疏离与加害。娘知道宫里不好待。阿娘忽然握住我的手，她的手粗糙却有力。当年你入宫，娘就整夜的睡不着，如今你能平安出来，就别回去了，咱们一家团圆，守着这小院过安稳日子多好。我心中一动，是啊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日子，没有争斗，没有算计，只有家人的陪伴。可我转头想起宫墙内的儿，那个9岁就学会讨好麻木的孩子，如今身着龙袍，独自面对朝堂的风风雨雨，我怎么能丢下他？娘，我不能留下。我轻轻摇头，
声音带着歉意。阿尔刚登基，根基未稳，朝堂上还有许多老臣不服，后宫也尚有遗留的风波，我得回去帮他。我怎么能丢下他？娘，我不能留下。我轻轻摇头，声音带着歉意。阿尔刚登基，根基未稳，朝堂上还有许多老臣不服，后宫也尚有遗留的风波，我得回去帮他。爹爹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希儿说的对，如今你身份不同，身不由己，只是你要记住，无论何时，爹娘都在这里等你，万事不必强求，保全自己最重要。”他从袖中取出一枚平安锁，是我小时候戴过的，边角已经磨得光滑，戴上吧，就当是爹娘陪着你。我接过平安锁，紧紧攥在手心，仿佛握住了无穷的力量。这一日，我陪着爹娘说了许久的话，听他们讲这些年太仓的变故，讲邻里的趣事，仿佛又回到了14岁以前，那个被他们捧在手心的小姑娘。直到夕阳西下，宫中来的马车再次停在门口，我才依依不舍地与爹娘告别。娘，爹爹，我会常来看你们的。我跪在地上，给他们磕了3个头。阿娘红着眼眶，将一包裹的吃食塞进我手里，里面是我爱吃的枣花糕、梅花糕，还有她亲手炸的丸子。路上吃，别饿着，照顾好自己，别总想着别人。马车缓缓驶离，我掀开车帘，看着爹娘的身影越来越小，直到消失在巷口，手中的包裹还带着温热。我知道，这是我在宫中最坚实的后盾。回到宫中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昔日的采桑宫早已扩建翻新，改名为寿康宫，成为了太后的居所。阿尔穿着龙袍，正焦急地站在宫门口等候，褪去了帝王的威严，他依旧是那个会依赖我的孩子。阿娘看到我下车，阿尔快步走上前，扶住我的手臂，眼中满是关切。您回来了，有没有见到外公外婆？他们还好吗？都好，都好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龙袍的料子坚硬冰冷，衬得他的脸庞更加稚嫩。他们让我给你带了些吃食，都是家常的味道。进了宫，宫女们奉上热茶，阿尔却不肯坐下，一直围在我身边，叽叽喳喳地说着我离开这一天宫里的事。他说李公公已经按照我的吩咐，安抚了个宫的嫔妃，说几位忠心的老臣前来觐见，表示会支持他，还说御膳房做了我爱吃的红豆甜汤，一直温着。我听着他的话，心中暖意融融，这孩子总是这样懂事。我拉着他坐下，将包裹里的枣花糕递给他，尝尝，这是外婆亲手做的，比我做的好吃。阿尔接过枣花糕，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，眼睛亮了起来，好吃，比宫中的点心更有味道。阿娘，以后我们能不能常请外公外婆入宫来？当然可以，我笑着点头。等朝堂稳定了，我就接他们入宫小住。可我没想到，朝堂的稳定远比我想象的要艰难。阿尔登基不过半月，就有几位柳氏的旧部联合起来，上书质疑阿尔的身世，称他是废妃之子，没有资格继承大统。他们还借机翻出禁渊中毒之事，暗指是我与阿尔为了夺权，蓄意谋害先帝。奏折递上来的那天，阿尔正在寿康宫陪我用膳，李公公拿着奏折，脸色苍白地跪在地上，声音颤抖：“太后，陛下，这是御史台递上来的奏折。”阿尔放下碗筷，接过奏折，小小的眉头紧紧皱起，他越看脸色越沉，稚嫩的脸庞上浮现出与年龄不符的冷峻。我坐在一旁，心中虽惊，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我知道这是柳氏余党的最后挣扎，若是应对不当，不仅阿尔的地位不保，我们母子都会万劫不复。阿娘，他们胡说八道。阿尔将奏折拍在桌上，声音带着愤怒：父皇明明是被柳氏毒害的，他们却反过来污蔑我们。我知道。我握住他的手，他的手冰凉，还在微微颤抖。安儿，你是帝王，不能被愤怒冲昏头脑，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冷静。我召来李公公，吩咐道：传我的懿旨，将这份奏折压下来，不许外传。另外，去请几位忠心的老臣前来议事，切记要秘密行事。李公公领命退下后，阿儿靠在我的怀里，声音带着委屈：阿娘，我害怕，我怕他们夺走我的地位，我怕再也不能陪着你了。我轻轻拍着他的背，温声安慰：别怕，有阿娘在，当年那么难的日子我们都熬过来了，这次也一样。那些老臣都是先帝信任的人，他们会帮我们的。其实我心中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我不能让阿儿看出我的惶恐，我是他唯一的依靠。当晚，几位老臣悄悄来到寿康宫，他们都是晋渊生前重用的人，对柳氏的所作所为早已不满。太后，陛下，为首的王太傅躬身行礼，柳氏余党此举分明是想颠覆朝政，臣等愿誓死效忠陛下，有劳各位大人。我站起身，郑重地向他们行礼。如今阿儿年幼，朝堂动荡，全仰仗各位大人鼎力相助。柳氏余党手握部分兵权，我们不能硬来，只能智取。我们商议到深夜，
最终定下计策，先收集柳氏余党谋反的证据，再由阿下旨，以清君侧为名，派忠心的将领围剿他们。在此期间，要稳住朝中其他官员，避免引起更大的动乱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宫中气氛紧张。阿每日天不亮就去上朝，面对大臣们的质疑与刁难，他努力挺直脊背，学着晋渊的样子，沉稳应对。我则在后宫中周旋，安抚那些惶恐不安的嫔妃，同时暗中调查柳氏余党在后宫的眼线。关嬷嬷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她见我日夜操劳，心疼不已。太后，您歇歇吧，身子要紧。我没事。我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，儿还小，我不能倒下。对了，贤儿那边怎么样了？自从贤儿下毒谋害安儿未遂，被废为庶人圈禁在行宫后，我便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关嬷嬷叹了口气，听说他在行宫脾气暴躁，常常打骂宫人。柳氏余党曾派人去联系他，想利用他造势，但被他骂走了。我心中一动，贤儿虽然一直疏离我，甚至害过儿，但他毕竟是我的亲生儿子。柳氏余党连他都想利用，若是我们败了，他也不会有好下场。我决定去看看他。行宫偏僻荒凉，与宫中的繁华截然不同。贤儿穿着粗布衣裳，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，头发凌乱，眼神空洞。见到我，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转为不屑：“你来做什么？看我的笑话吗？”我走到他面前，看着他消瘦的脸庞，心中一阵酸涩。贤儿，我是来告诉你，柳氏余党想利用你谋反，若是他们成功了，你只会死得更惨，与我何干？贤儿冷笑：“我早已是废人，这天下是谁的？我不在乎，你不在乎，可我在乎。”我蹲下身，看着他的眼睛：“你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无论你做过什么，我都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出事。你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无论你做过什么，我都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出事。”柳氏余党手中有一份密函，上面有他们谋反的证据，就藏在你从前住过的宫殿里。只要你帮我拿到这份密函，我可以求儿饶你一命，让你远离宫廷，去过安稳日子。贤儿愣住了，他看着我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。你真的会放过我？我是你的母亲，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我的声音带着疲惫，从前是我不好，没有好好照顾你，让你受了委屈，但我希望你能明白，柳氏从来都没有真心待你，他只是把你当作争权夺利的工具。贤儿沉默了，他低下头，肩膀微微颤抖。过了许久，他才抬起头，眼中含着泪。那份密函藏在坤宁宫偏殿的书架后面，有一个暗格。我心中一喜，连忙握住他的手：“贤儿，谢谢你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说到做到。”离开行宫后，我立刻派心腹宫女去坤宁宫寻找密函。不出半日，宫女就将密函带了回来。密函上详细记录了柳氏余党的谋反计划，包括联络的将领、起兵的时间和地点。有了这份证据，我们就有了胜算。3天后，二按照我们商议的计策，下旨召集所有大臣上朝。在朝堂上，二当众宣读了密函的内容。柳氏余党脸色大变，纷纷跪地求饶。二冷笑一声，下令将他们全部拿下，交由刑部审理。那些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大臣，见柳氏余党大势已去，也纷纷表示效忠二。朝堂的风波终于平息，二的地位彻底稳固。当晚，二来到寿康宫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阿娘，我们成功了。我拉着他的手，看着他眼中的光彩，心中一块大石终于落地。是啊，我们成功了。安儿，你长大了，都是阿娘的功劳。安儿靠在我的怀里，若是没有阿娘，我根本撑不下来。阿娘，你答应贤儿的事，我会做到。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，等风头过了，就送他去江南，给他一笔银子，让他过安稳日子。我心中感动。安儿虽然记恨贤儿害过他，却依然愿意遵守我的承诺。安儿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风波过后，宫中终于恢复了平静。安儿开始专心处理朝政，他天资聪颖，又肯虚心求教，在几位老臣的辅佐下，将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我则安心做我的太后，打理后宫的事务，偶尔接爹娘入宫小住。这日，我正在寿康宫做枣花糕，安儿下朝后走了进来，他拿起一块刚做好的枣花糕，咬了一口，笑着说：“阿娘，还是您做的枣花糕最好吃。对了，阿娘，下个月要举行选秀，您看我手中的动作一顿。选秀意味着宫中会迎来新的嫔妃，也意味着儿长大了，需要繁衍子嗣了。”我笑着点头，选秀是大事，你做主就好，只是要记住，选那些品性温婉、安分守己的姑娘，不要选那些心思深沉、爱争风吃醋的。我知道了，阿娘。阿儿点点头，我不会像父皇那样让后宫争斗不休，我只想找一个能陪在我身边、理解我、支持我的人。选秀那天，我坐在大殿的屏风后，看着那些年轻的姑娘们，
他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眼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，像极了13年前入宫的我。最终，阿选中了3位姑娘，一位是吏部尚书的女儿，温婉大方；一位是将军的女儿，爽朗直率；还有一位是普通书香门第的女儿，才情出众。3位姑娘入宫后，阿待她们都很温和，却并没有过分宠爱哪一位。她常常会来寿康宫陪我用膳，跟我说宫中的趣事，说朝堂上的进展。我知道，在她心中，我永远是最重要的人。转眼1年过去，阿已经长成了一个挺拔的少年，他的第1位皇子出生了，是那位书香门第的姑娘所生。阿非常高兴，下旨大赦天下，还亲自来寿康宫报喜。阿娘，你有孙子了！阿娘，你有孙子了！阿的脸上满是喜悦。我跟着他去看望新生儿，小家伙长得白白嫩嫩，很是可爱。我抱着小家伙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曾经那个在树影里攥着枣花糕的孩子，如今已经成为了父亲，而我也成为了祖母。这日，我接到消息，贤儿在江南过得很好，他娶了一位当地的姑娘，还生了一个女儿。我让人给他送去了一份厚礼，希望他能彻底放下过去，好好过日子。傍晚，我坐在寿康宫的院子里，看着夕阳西下，宫女端来一碗红豆甜汤，还是我熟悉的味道。阿走了过来，坐在我身边，递给我一件披风。阿娘，天凉了，披上吧。我接过披风披上，心中温暖。安儿，你说我们现在的日子是不是很好？是很好。阿儿点点头，有阿娘在，有妻儿在，朝堂稳定，百姓安乐，这就是我想要的日子。阿娘，当年若不是您把那块枣花糕递给我，若不是你愿意养我，我根本不会有今天。我笑了笑，摸了摸他的头，傻孩子，这都是缘分。当年我只是不忍心看你受苦，没想到你却给了我这么多。是啊，入宫10年，我曾历经坎坷，受尽委屈，以为自己的一生都会在孤寂中度过，可没想到，因为一块枣花糕，我遇到了阿这个孩子，用他的懂事和孝顺，温暖了我的后半生。风吹过院子里的梧桐树叶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远处的宫墙在夕阳的映照下，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光。我知道，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安稳，越来越幸福。那些曾经的伤痛都已经成为了过去，我终于在这深宫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温暖与归宿。夜深了，阿扶着我回房休息，我躺在床上，握着手中的平安锁，渐渐进入了梦乡。梦中，我回到了14岁那年，爹娘送我入宫，阿娘叮嘱我，选不上也不要哭，阿娘炖了鸭腿笋汤，等你回来吃。而这一次，我没有入宫，而是留在了爹娘身边，过着平淡而幸福的日子。第2天醒来，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房间，温暖而明亮。宫女端来洗漱的水，笑着说：“太后，陛下已经下朝了，正在外面等着给您请安呢。”我笑着起身，心中明白，无论梦中的日子多么美好，眼前的幸福才是最真实的。我有阿这个孝顺的儿子，有疼爱我的爹娘，有安稳的生活，这就足够了。走出房门，阿正站在院子里，阳光洒在他的身上，温暖而耀眼。他看到我，笑着走上前：“阿娘，早安。今日御膳房做了您爱吃的红豆甜汤，我们一起用膳吧。”“好啊。”我笑着点头，挽着阿的手臂，走向膳厅。院子里的花开得正艳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，这深宫之中，终于有了家的味道。晋安番外，母妃很讨厌我，她总说生了我以后，她的容貌和宠爱都不复从前，所以父皇不来看她时，她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我身上。有一回，母妃气得急了，罚我单衣站在院中，我冻得病了。父皇急得天天来母妃宫里探望。父皇走后，母妃定定地看了我很久，久到我开始害怕。忽然，她如获至宝地将我抱在怀里，母妃怀抱里的脂粉香提醒了我，生病的阿才是有用的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经常生病了。病榻前的母妃妆容精致，扮演一个焦急慈爱却不失美丽的母亲，惹得父皇爱怜。每每病好起来，父皇的恩宠和赏赐都一并送来，琳琅满目的珠宝，耀眼夺目的绸缎。母妃对着镜子一件件试戴，欣赏自己的容貌。可是宫里的孩子多了起来，父皇对一个总生病的皇子渐渐失去了耐心。母妃不知从哪寻来了一种秘药，能让他恩宠不断，也能让父皇绝嗣。可是那秘药没让他获得恩宠，反而要了他的性命。这回我病得几乎快死了，也没有用了。父皇厌恶母妃，连我也不愿意见。在一个很冷的夏天，父皇只说将母妃贬为庶人，皇后却在庶人的饮食中下了砒霜。父皇只说将母妃贬为庶人，皇后却在庶人的饮食中下了砒霜。可是不知为何，我定定看着吐血的母妃，竟然一滴眼泪也没有掉。我靠着母妃渐渐冰凉的身躯，小心翼翼躺下来，心满意足地笑了。母妃第一次没有推开我，她温温柔柔，长长久久地把我搂在怀里，像我一直盼望的那样，
后来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，吃的是馊饭菜，穿的是破衣裳。我要给自己寻一位得宠的妃子。高位的嫔妃都很聪明，没人愿意跟废妃的孩子扯上关系。但是我也没想过跟着苏贵人，因为他太蠢了。明明知道拿银子贿赂温公公是肉包子打狗，明明晋贤根本不肯认他，他还是提着糕点，一直等在雪地里，等着看晋贤一眼。整个宫里都知道皇后无子，所以惦记着苏贵人的孩子。父皇也默许皇后的心思，所以苏贵人生下的4弟弟一开始就不曾记在他的名下，不然他也不会生了皇子，还是个不起眼的贵人。从前没有抱去皇后宫里养，是皇后还想着能有自己的孩子。你只配吃这种下等点心。我一眼就看穿他没有欺负过人，不知道真正的欺负应该是把馊了的糕点扔到地上，再骂我一句下贱。手中的枣花糕是暖的，我低头咬了一口，很甜，不是下等点心。温公公和皇后说苏贵人今日又去瞧4皇子了，惹得皇后不快，便告诉了父皇，说苏贵人想要个孩子，正好3皇子还缺一位母妃，我就这么稀里糊涂成了苏贵人的孩子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会先踩着他，再给自己寻一个更好的母妃。我就这么稀里糊涂成了苏贵人的孩子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会先踩着他，再给自己寻一个更好的母妃。大约是总看着母妃的脸色，我很会察言观色。我知道苏贵人想得宠，想要回晋贤；我知道父皇不喜中宫专横，想要一位温柔恭顺、母仪天下的皇后。好容易父皇被他雪夜回眸惊艳，赏赐了绸缎珠宝。我想他好好装扮自己，先稳固宠爱，他却让人收好首饰，又蹲下身子，挨个把缎子往我身上比划。等我这几日赶一赶，而节前就有新衣穿了。我猛然抱着那几匹缎子，被他蠢得不知所措，连说话也磕巴了。这些都是给我做衣裳的？当然不是。我松了口气，看来他还没有蠢到无可救药。当然不是只做衣服，还有护膝、书带都要做呢。我再仔细想一想，还有没有什么落下？我还想再挣扎一番。安儿很聪明，不会让母妃失宠，也不会不要母妃的。所以你先打扮自己，稳固宠爱。他根本听不懂我的暗示，只是摸了摸我的头，告诉我他相信我的真心，不会不要我的。但是我不想要他了。他根本听不懂我的暗示，只是摸了摸我的头，告诉我他相信我的真心，不会不要我的。但是我不想要他了，因为他没有本事。皇后轻而易举就夺走了他刚到手的宠爱，而他没有跟我发火，竟然还塞给我2个暖手的橘子，惦记着宵夜。我气得把被子拉到头顶，又想出一计，我故意生病，让他去请父皇。父皇应当会震怒，觉得他跟我母妃一样别有用心，就会把我指给别的妃子。可是我又算错了，他没有用我的病争宠，反而熬着夜，焦急的手在我床边，柔软微凉的手一次次去探我的额头。他自责的红着眼圈，埋怨自己的粗心。我怔怔的看着他，第一次有人为我掉眼泪，好稀奇。我想说，你不要哭了，我是故意陷害你，想给自己再换个母亲。可是到唇边的是吹得温热的汤药，再想多说一句，就是烤得暖甜的菊瓣，让我无论如何都说不出话了。母妃死的时候，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掉，我以为我已经不会哭了，可是怎么看到她的眼睛时，忽然就泪如雨下。一定是要太苦了，一定是生病太难受了，不然呢，总不能怪那片橘子太甜吧。他熬夜为我做新衣裳时，我还想偷偷多看他2眼，可被子上不是浓郁的脂粉香，是淡淡的皂角香气，让我不知不觉睡得好香。阿娘好像误会了，我不跟着那些兄弟手足玩耍，是我嫌他们蠢，尤其是晋贤，更是蠢得让人发笑。可是阿娘拿着糖画，满眼期待地看着我，我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，好吧，只要她高兴。但是阿娘的温柔却叫父皇对她另眼相看。在皇后宫里，她是被功高的岳家压着的夫婿；在母妃宫里，她是个沉迷美色、任性的君主；在阿娘这里，他可以做一个寻常人家的父亲。我能察觉到父皇看见阿娘身边簇拥着一群孩子时，他眼中的动容。父亲，你看，如今那位中宫并不配为天下人之母，宫中的争斗一刻不休，砒霜苦酸，想让人吃下去，要么自愿服下，要么掺在蜜糖里。晋贤送来的吃食有毒，我当然知道，但是阿娘教过我，阿儿的东西，阿儿不想给就不给。阿娘是阿儿的，阿儿不想给，除掉一个晋贤还不够，父皇想要那更多的妃子。倘若阿娘有一天失宠，我应该又会被指去别的宫中。没关系，砒霜还可以掺在甜汤里。登基后，我将外祖父祖母接进了京城，方便他们进宫探望阿娘。毕竟阿娘给过阿儿的温暖，阿儿也想给他。毕竟同样的汤，宫中和家中做的始终是不一样的。我登基后第一道密旨，便是让人将外祖父祖母的小院修葺一新，派了妥帖的人手暗中照拂。
阿娘总念着家，却因宫中事务牵绊，不能常回去。我便想着让他们离京近些，至少每月都能进宫来，陪阿娘吃几顿家常饭。第一次接外祖父祖母入宫时，阿娘站在寿康宫门口，穿着素净的月白被子，鬓边只簪了一只简单的玉簪，像极了她当年在采桑宫时的模样。她看见爹娘的那一刻，眼眶瞬间就红了，却强忍着没哭，只是快步走上前，攥着阿娘的手不肯松开。我站在一旁看着，忽然想起从前在树营里挨饿受冻的日子，那时从不敢想，有朝一日我也能有这样团圆的光景，能亲眼看见有人这样珍视阿娘。御膳房备了满桌的珍馐，可外祖父祖母最爱的还是阿娘亲手做的枣花糕和红豆甜汤。阿娘坐在小炉边，一边熬汤，一边跟他们絮叨宫里的琐事，语气是我从未听过的轻快。外祖父拉着我说话，问我朝堂上的事，言语间满是关切，却从不多问一句权力纷争。他只说：你阿娘一辈子苦，在宫里受了太多委屈，如今你成了帝王，万要护好她。我重重点头，告诉他：外祖父放心，我会让阿娘后半辈子都安稳幸福。我确实是这么做的。你阿娘一辈子苦，在宫里受了太多委屈，如今你成了帝王，万要护好她。我重重点头，告诉他：外祖父放心，我会让阿娘后半辈子都安稳幸福。我确实是这么做的。朝堂上的事在繁琐，我每日都会抽时间去寿康宫待上片刻，有时是陪阿娘用一顿晚膳，有时只是坐着听她讲从前在太仓的趣事，讲她阿娘教她做糖画、炸丸子的日子。阿娘的声音温温柔柔，总能驱散我一天的疲惫。有一回，我处理奏折到深夜，想着阿娘定已睡了，便没去寿康宫。可路过寿康宫时，却看见窗边还亮着一盏昏黄的灯。我走进去，发现阿娘正坐在桌边，为我缝补一件被勾破的龙袍，手边放着一碗还温着的红豆甜汤。阿娘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？我走过去，握住她微凉的手。阿娘抬头看见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随即又嗔怪道：你这孩子总是熬夜处理朝政，也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子。我等你回来，给你留了碗甜汤暖暖胃。他的手因为常年做针线活，指腹有些粗糙，却带着暖暖的温度。我端起甜汤喝了一口，还是熟悉的味道，比御膳房做的不知甜多少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阿娘给我的从来都不是什么荣华富贵，而是这世间最珍贵的温暖。你这孩子总是熬夜处理朝政，也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子。我等你回来，给你留了碗甜汤暖暖胃。他的手因为常年做针线活，指腹有些粗糙，却带着暖暖的温度。我端起甜汤喝了一口，还是熟悉的味道，比御膳房做的不知甜多少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阿娘给我的从来都不是什么荣华富贵，而是这世间最珍贵的温暖。从前母妃给我的是带着蒜迹的脂粉香，而阿娘给我的是皂角的清香，是食物的暖香，是家的味道。关于弦儿，我终究是听了阿娘的话，让她在江南安稳度日。有一回，江南的官员递来奏折，顺带提了一句弦儿的近况，说他开了一家小铺子，日子过得平淡安稳，女儿也活泼可爱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阿娘，阿娘听了，眼中露出欣慰的神色，只是轻轻叹了口气：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我知道阿娘心里始终惦记着这个亲生儿子，哪怕他曾经伤害过我们，可我不怪他，因为是他让我明白，真正的母爱从来都不是占有和算计，而是包容与成全。后宫的选秀，我也依着阿娘的意思，选了品性温婉的姑娘。我待她们温和，却从不会过分宠爱，更不会让后宫出现从前那样的争斗。每日下朝后，我最想去的地方还是寿康宫，那里有阿娘在，有暖融融的炭火，有温着的甜汤，有我渴望了一辈子的家。